大家好，我是 QB 老师。集中作业里需要用到的功能，在前面的影片里都有详细的介绍。不过我也知道，程式设计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学习困难，所以在这一段影片里，我就直接带大家来把集中作业完整的做一遍。开启一个新的第一人称游戏专案。由于我们要修改的程式档几乎都已经存在于中世纪地下城这个资源包里了，所以我就不再另外建一个 Blueprint 资料夹，而是直接在专案的根目录来新增必要的档案。我们首先新增一个类别为 Game Mode Base 的 Blueprint Class，把它命名为 My Game Mode。打开这个档案，把 Default Pawn Class 改为 First Person Character，然后把 HUD Class 改成 First Person HUD。在 My Blueprint 面板新增一个名为 Collected 的整数变数。这个变数会用来计算玩家拿到了几座雕像。那把 My Game Mode 这个档案存档之后，我们就可以关掉它，然后打开 Project Setting，把 Default Game Mode 改成 My Game Mode。好，那 Project Setting 这边我们也可以先关掉。接下来我们要修改玩家角色的程式，让它在画面上显示玩家收集了几座雕像。通常在游戏里，这类资讯会显示在荧幕上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可能在右上角，不会跟着玩家的视线去转动。那这种方式，大家在动漫游戏里面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在《七龙珠》里面的战斗力探测器。那其实这种显示方式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 Head-Up Display，中文称作抬头显示器。早在60年前就开始运用在战斗机上面，所以它并不是动漫的产物。而电脑游戏的玩家资讯界面，从游戏程式设计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一层独立于游戏场景的2D 图层，它不会跟着玩家的位置或视线而移动，所以我们也经常把它称作就是 HUD。那在前面我们在设定 My Game Mode 的时候，有一个 HUD Class，这个 HUD Class，其实它就是设定负责处理玩家资讯界面的程式。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边的这个资讯呢，应该是要放在 First Person HUD 这个档案里头。那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介绍到有关这个部分的蓝图程式要如何撰写，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先不去修改 First Person HUD 这个程式，而是在我们的玩家角色的蓝图程式上面，利用一组固定在玩家摄影机上面的 Text Render 元件来模拟相同的显示效果。好，那现在我们选择关卡里面的这把枪，好，其实也就是选择到了玩家角色物件，然后我们从蓝色的 Edit Blueprint 这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选择 Open Blueprint Editor 来打开我们的玩家角色的程式。我们切换到 Viewport 观景窗，然后在 Component 元件面板这边按下 Add Component，搜寻 Text Render 这个元件。那
新增这个元件之后呢，我们把它拉到 First Person Camera 上面，然后放掉。那现在这一个元件就会跟着我们的玩家摄影机来转动啊，也就是在玩家的画面上面，游戏的画面上面，text render 所显示的文字会固定在同样的位置。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text render 这个元件的 location 这边的 z 坐标输入0，然后 rotation 这边输入180，让它转180度。那我们从观景窗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text render 元件被拉到比较属于摄影机看得到的范围。那我们现在按下 Play 按钮来测试一下。那在画面上面，我们就会看到很大的 text 这个文字，而这个文字的高度其实会跟我们的视线，也就是地平线是相同高度的。底下这边稍微有一点距离，是因为文字物件的底下它本来就会保留一点距离。好，那我们按 Escape 回到 Text Render 元件，我们把要显示的文字改成 Collected 冒号，这个是我们之后要显示的文字。然后我们把文字的大小缩小成6点就好了。那再把文字的颜色改成红色，让它在画面上看起来比较显眼。我们再按下 Play 来测试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Collected 这个文字，而且不管我们怎么旋转我们的视角，这个文字在整个游戏画面里面是固定在同样的位置啊，也就是抬头显示器的效果。好，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文字元件复制一份。好，因为这个 collected 这个文字它只是显示在那边，而我们之后收集到的雕像的数量，我们要用另外一个 text render 元件来储存它。所以我们在这边按下 duplicate 复制一份，然后把复制的这一份显示文字的部分，我们就把它选起来。输入0，那现在它，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显示，因为我们是靠左显示，所以这个0的数字就显示在这边。那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text render 元件稍微推旁边一点。好，我们看到这边好像距离比较大。好，所以我们直接从这边来改它的数字。好，就是在它的 location 位置的 Y 坐标这边，我们直接输入22。好，那这个位置就差不多刚好可以使用了。好，在这边也同样，我们就按下 Compile，按下 Save，然后先把这个第一人称角色的这个档案先关掉。好，那我们现在也先把我们的游戏专案关掉。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把中世纪地下城的资源包加到这个专案里面。那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本来这个功能Marketplace 这一个按钮可以让我们直接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比较新的版本里面，这个按钮其实已经没有作用了，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专案先关掉。那关掉的时候记得储存。好，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Epic 游戏启动器或者如果你刚刚的关卡编辑器是从游戏启动器这边进入的话，那当你关掉关卡编辑器的时候，就会直接回到游戏启动器这边。好，那我们要用的是中世纪地下城这一个资源包。如果你之前还没有购买这个资源包的话，那你就要在虚幻商城这边先去做购买的动作。那我们就从免费资源这边选择永久免费这一个项目。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切换到第2页的地方，就可以找到
这一个中世纪地下城。好，那这边我是已经购买了。那如果你还没有购买，这边当然就会有这个加入到购物车的按钮啊。那就去完成这个购买的动作。好，那如果你已经完成购买的动作的时候，这边就会有一个 Add to Project 加入专案的按钮。按下这个按钮之后，找到我们的就是刚刚的专案档案啊，比如说我刚刚是 Midterm One 这个专案档案，那选择之后按下 Add to Project 就可以把这个资源包加进去了。或者如果你之前就已经购买了这一个资源包，那就是切到 Library 这个地方，然后在底下 Vault 仓库这里一样也是找到这一个中世纪地下城，然后按下这边的 Add to Project， 那后面的步骤就跟刚刚是一样的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就按就是直接进到虚幻商城一样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好，那这边它就会做一些检查，做下载的动作。好，那之前已经下载的话，很快这个动作就会完成，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开启这一个专案。好，那打开之后，打开这个专案之后，我们选到 Project Setting，再从 Maps and Mods 这个地方选择到这一个 Demonstration，这个就是我们在中世纪地下城这个资源包里面的一个示范关卡。那上面这个指令是让我们在每次打开关卡编辑器的时候，它就自动打开这一个关卡。那下面这一个是，如果我们之后把它编译成一个独立的游戏程式的时候，那它一样就是开启这边。所以通常我们这两个都会是设成一样的。那这个设定是只有在打开关卡编辑器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所以我们目前打开的仍然是原本的第一人称的游戏关卡。那我们从这边Medieval Dungeon 这个就是中世纪地下城，选到这个资料夹，再打开 Maps，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一个示范关卡。好，那在按下 Play 之前呢，我们先从这边的这个选单，利用书签 Bookmark 这边的功能 Set Bookmark， 然后比如说我们选择0号的书签，先把目前的我们的视角先记录下来。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用到它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现在按下 Play 这个按钮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玩家角色就直直的往下落。好，我们停下来。那这个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一个示范关卡里面的地板物件，它并没有设定碰撞范围，所以我们的玩家角色就没有任何阻挡，它就会直接掉下去了。好，那我们现在再从 Bookmark 这边选择 Jump to Bookmark 0，再回到原来的位置。那我们现在点选任何一个地板物件，这边这每一个其实都是相同的地板物件重复而已。好，所以我们点选这一个地板物件，然后在 Static Mesh 这个地方 SM Floor 底下这个放大镜按下去，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资源包里面找到地板物件原来的档案在这里。那我们打开这一个档案，然后在 Collision 这一个选单选择 Add Box Simplified Collision， 加上简单的方块碰撞，这边就有这个绿色的光。那我们再把这个视窗关掉，现在我们再按一次 Play， 好，那我们的玩家角色就可以顺利的站在地板上面了。
好，那我们随意的在关卡里面走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关卡。好，那这边我们也看到抬头显示器正常的运作。那首先我们往右看，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火堆，火堆的后面那一扇木头门的后面的小房间，就是我们之后要放我们的通关宝物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一个火把，我们再往前面转，我们会看到在场景里面有很多的火把，在这个示范关卡里面，这些火把一开始都是点着的，那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些火把一开始是全部熄灭，然后玩家走靠近的时候，火把才会自动点着。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记下来，我们等一下要修改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往前稍微走一步，然后转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可以走到里面去稍微晃一下。好，那当然重点是这个小房间里面并没有任何的雕像，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通关的过程其实并不会用到这一个小房间。好，那我们再走出来，再往前走，这边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石像鬼的雕像。那在我们的其中作业里面，我们总共有4个雕像要收集，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那之后我们会必须要来修改它的程式啊，所以我们先记下来，这个是我们要修改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这边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楼梯通往地下室啊。那我们要修改的是要在这个楼梯前面，我们要加上一个大的铁栏杆的一个门。那这个门会在我们顺利的收集第一座雕像的时候呢，就会触发，让这个门可以在玩家走过来的时候自动打开，然后我们可以往下去收集额外的雕像。然后在这个楼梯的正对面，我们可以看到第2个雕像。那这个雕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走靠近它，所以我们之后是会用射击的方式来打它，把它打掉。但虽然是用射击，其实它的程式跟第一个雕像的程式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它们是同一个 Blueprint Class，只是重复在关卡里面使用，我们并没有额外写不同的程式。那走下地下室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3座跟第4座雕像，但是因为整个地下室并没有需要修改程式的地方，所以这边我们就先不往下走了。好，我们回到这边，再继续往前。好，我们会看到2间打开的牢房，那这个牢房里面也没有我们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管它。我们再往前走，会有一道门，那我们会被这一道门挡住。好，这一道门的门后就是我们预备修改的其中程式，我们要从这个门的后面开始往前走，等于就感觉上是从城堡的外面走进了这一个地下城，这样子的这个效果。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一扇门它是有设定碰撞范围的，所以我们会被这扇门挡住。那我们现在先停止执行啊，停止之后，现在不是在执行的状态之下的话，这些碰撞范围其实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可以按下滑鼠左键，然后滑鼠往前推，我们就可以直直的穿过这一道门，来到后面的这个小房间啊，然后再按下左键旋转，转过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门啊。那这边我们再稍微的往后退一点，大概退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预备用来让玩家从这个位置开始我们的游戏。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 World Outliner 这个地方输入 Play，那我们就可以搜寻到 Player Start 这个物件。点选到这个物件之后，按下滑鼠右键，然后选择 Snap Object to View。这个指令的意思是把我们选定的物件拉到就是把它的坐标改成我们现在观景窗摄影机所在的位置。好，所以我现在点选这一个指令之后，大家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样子蓝色的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Player Start 物件。好，稍微走前面一点，然后抱歉。
OK，就是大家看到这边，现在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的 Player Start 物件啊。那刚刚因为退的位置有点卡到墙，好，那所以我现在再选到它，把它稍微往前推一点，好，好，那我们现在按下 Play 来测试一下，好，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玩家角色就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往前走了。